Hello，大家好，我是小五啊。上一期呢，就是给大家展示了外海钓黑毛的这个有意思的视频啊。那么这期呢，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在外海做钓。然后呢，这一期呢是分5个部分。然后呢，第一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我外海钓鱼的这个装备。第二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在外海钓鱼的这个线组。然后第三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打饵的这个材料都需要些什么。然后第四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鱼饵的这个选择。OK， 话不多说，那咱们开始吧。很多人问我就是说我在哪里买渔具啊？我一般是在不着急的话我是在淘宝，淘宝上买。然后呢，如果你是很着急的话呢，一般呢我会选择在当地的一些韩国呀，或者说中国华人渔具店去买，都可以。OK， 给大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我是3个包裹，然后运输费用是35刀，35刀。然后呢，我觉得还可以嘛。这个大概是1.8公斤就是说里面这个重量这个3个包裹的一共重量是1.8公斤，花了35刀。然后我觉得2周之内，从淘宝下单，然后到澳洲，我觉得还挺快的。然后这个转运的我自己用的这个转运的这个 4PS 软件还挺好使的。我给大家这块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可以扫这个，然后呢里面还有优惠券，我觉得还挺好用的。那咱们继续开箱吧。OK， 先开个小的吧，我还挺紧张的，哈哈。哇，这是我买的第一个东西，正好我这个鱼轮就是上次抽鱿鱼的时候它这个把儿不小心掉在哪里了。做工还挺精细的说实话，我觉得还挺好的，还挺好看的。OK， 这个还挺满意的，再开第2个箱子吧，看看这里有什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这是我买的，这都是什么东西？我先整理一下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这是我自己买的，然后这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那种8字环，6号大概是一个指头差不多一个大小，这个是外海我经常在外海，比如说钓黑毛用的。然后3号呢，这个就是我平时在内湾用的。有时候浪比较大的情况下，我喜欢用就是比如像这个大一点的，就是 1.5 的这个阿波然后呢再带一下这个6B 的这个铅，然后让它就是更加稳一点。这个是那个全油的阿波这个还挺好的。大家也知道，就经常丢不小心你说有时候在内湾遇到个小 king 什么之类的一下子可能一整个线索就飞出去了。这都是淘宝10几块钱的东西，这些东西反正丢了也不心疼。有时候去一个不太了解的钓点或者说今天比如说钓鱼的时候刮大风有时候丢个3、4个阿波都很正常像这些阿波什么经常丢这些东西。然后呢，所以就是多买一点，这是我常用的一些的。我还有很多箱子里全部都是阿波。OK， 再开这个箱子。怎么样？挺酷的吧？这个帽子好像是他送给我的。OK， 给大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然后呢，我买的是这2个。那个外海钓黑毛都用的这2款，都用的这个。5号呢，就是说我开始有时候，比如说我先到一个钓点，我先用这个3.5号的，然后如果断线呢，感觉底下有巨物的话呢，我会再用5号的，还买了一个这个，有时候桑拿带这种松田2个字的话，都是比较高端的，我自己也会，就是这个就是内湾用的，我买了一个2号的，这个70米，我买了一个2号的，还买了一个这个，就这么一大盘哇，还挺吓人的。
这也是Sunline的，这也是Sunline的。我大概50磅的线啊，就用光了。就是外海钓浮水鱼啊，用光了。我再买一盘这个我还没有用过啊，这个我还没有自己还没有用过，我不知道好不好用啊，就先买来试一试吧。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外海钓黑毛的这些装备啊。我现在个人在外海啊，就是说是用的这套装备，我用的是3.5号的红冠，就相当于是Remair 这个重型基钓竿啊，这个是在重型基钓竿里还是用的号数最大的。在外海啊，我因为外海的地形比较复杂，然后呢，所以我自己不是特别爱用抄网去抄鱼，所以我比较爱就是把鱼直接给飞上来直接飞上来。然后呢，所以呢，我用的这个竿呀，就是它就是用一个比较重型一点的基钓竿。我用过这个，大家可能会问我用这个竿最重能飞多少啊？飞过一只56的黑毛直接给拉上来，直接给拉上来。这个以后不敢了，我感觉56，我感觉有点像极限了，我感觉有点到极限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会断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感觉。因为像我也大概断过5-6只吧，你大概断了5-6只竿子，我有种感觉可能将会断。所以呢，但我觉得红棍像3.5号的，我觉得你要想飞只要你子线和主线不会断的情况下我觉得飞50以下的黑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用的这个是 Shimano 这个 Twin Power TP Twin Power， 然后这个是5000。这个轮子的特点就是比较轻。你看我这个轮子用了3年，我没有做过保养。然后呢，就是每次钓完回来呢，然后拿淡水就是冲一冲，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拿自来水冲一冲。你看还是非常顺滑，用了3年，用了大概，我个人觉得用了大概50-60次了吧，用了大概50-60次了，然后还是这么样的顺滑。所以我觉得这款 TB 这款 TP XD 这款 Twin Power 这款轻型的这个轮子还是挺不错的，还是挺耐用的。用这种手刹轮的话呢，它就是会你放那么多线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钻到洞里有时候你线无论是你用再粗的线它只要是鱼钻到洞里，或者说搁到那个就是岩石的边缘，比如说一些生蚝壳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再粗的线都有可能会断。所以我为了避免就是说避免让这个鱼去钻洞或钻这个跑到水草里，我就索性我就不用手刹轮，我用粗一点的线，然后粗一点的子线第一时间就是给它拽出水面这样。就有一些在澳洲外海我可能会喜欢用手刹轮，因为你钓完之后这个鱼没有那么多的石头可以去逃脱的这个地方，我可能会用手刹轮多一些用手刹轮多一些，就是操控感还是很好的。用手刹轮的操控感给你多一种操控方式这个是挺好的。但是在一些极其复杂的一些钓点我比较偏重于就是不用手刹轮用这种粗一点的就是强度高一点的，然后呢这种drag 大一点的这种装备就线就是相当于就重型基钓竿这样的，然后给它钓上来。很多人问我就是说对于新手来说呢有什么装备可以去推荐的那给大家看一下我新手那会儿是用的是什么装备，然后也是和这个装备和这个红棍和配这个差不多差不多。这是 Shimano 的 Advance 3号杆这是我新手时候用的杆子这个杆子好像是大概300
300左右吧，300刀左右吧，这个杆子300刀左右，然后轮子呢？轮子呢是用的这个 Stratic， 我 Stratic 4000啊 ，CF 4000啊，现在有新款了啊，大家可以在外海的话呢，这个也是我新手时候用的，这个也是比较推荐给大家，很多年前时候用的了啊，轮子也有这个都出新款了，这个杆子也出新款了像我这种古董啊就买不到了。新手来说啊，我觉得杆子买一个200-300的就可以了。轮子呢，这个因人而异了，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杆子来说啊，我觉得可以买一个好一点的轮子，然后杆子可以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因为轮子说实话不是那么容易坏轮子不是那么容易坏。你看这个我用了都买了5-6年了吧，5-6年了，然后我也没做过保养，这个轮子还没有做过保养。你看一直很顺滑，也掉了很多，用这个轮子掉了很多次了。我新手的时候也是相当顺滑。为什么我不建议说新手买特别好的杆子呢？是因为像这种基调杆啊，就是很容易就是说因为一些就是自己的操作失误就容易断掉像这种基调杆还是很容易断掉。OK， 刚才我讲完了我在外海基调的这个装备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在外海这个钓鱼基调的这个线组，给大家看一下，下面这是我实战用的，就是我平时自己用的这些外海钓黑毛这些线组，还有这些一些小配件的这些介绍这个叫定位棉布兜这个呢就是放在这个主线上的第一个要放的呢是这个这个从主线中穿过去就可以了。很多人用这个棉线结这种棉线结也可以但棉线结呢，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用棉线结，是因为它有时候钓鱼它这个深度有时候不自然的就怎么说呢？就经常要调节自己的深度，就这个不是特别的稳。我个人喜欢用这个我个人喜欢用。但你如果你习惯用棉结的话，其实也无所谓。但我个人喜欢用这个。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叫挡豆。这个是挡豆，这种挡豆是挡在这个是挡在这个阿波的前头的。然后第三个呢，是放这个阿波是放这个阿波。第三个是放这个阿波我在外海呢是经常用是 1.0 的我个人是经常用 1.0 的。这是我经常用的这个是我经常用的。我跟拜仁也是好朋友了，所以呢我帮他打一个广告好了。但我个人平时是用这种淘宝9块钱10块钱人民币的这种阿波，因为丢了不心疼嘛，对不对？然后用公之佛也可以只不过就是每次丢都比较心疼所以呢有时候我在外海的话就用 1.0 的。1.0 的你丢个比如说去个陌生的钓点丢个3-4个不太心疼第四个是这个潮兽是这种潮兽。是这种潮兽，是这种让它上，然后给它一个范围，然后底部，然后有一个顶住它，这也是控制水流的。然后第五个呢就是8字环这个大家肯定知道8字环这种小一点的8字环基调用的8字环。然后呢这是我常用的子线然后呢这是反正都是淘宝货了。就是咬铅这是3B 的3B 的咬铅。主要这个是鱼钩这个子垫也挺好用的这个子垫也挺好用的，我自己个人也是经常用子垫。 OK， 再不单放了，现在有挡豆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然后把这个就是弄这个，把这个挡豆也穿进去，这是第二步。第二步这是把挡豆穿进去
啊，第3步呢，就是把阿波穿进去。它只能到达这边，它就过不去了，就卡在这个就是它的深度了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调的啊，这个是可以调的，这个是可以调的。再放这个朝受，点开这个，拿下这个，然后从这再穿过去就可以了。然后我个人可能不太再穿底下这2部分了哦，我个人可能不再穿底下这2部分，因为这个是一套嘛，这个是一套，这个是一套的，像这个3个，这个是一套的，我个人可能不再穿底下这2部分了，这底下2部分我就不要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第一呢，我主要是线组啊，我个人觉得就是避免它太复杂化。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啊，其实会卡在就是说这个八字环这上头。然后呢，下一步呢，然后是弄八字环，然后手放在这儿，然后绕。像我这个主线呀是 PE 线啊，那么我大概绕个10圈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是接着呢就是子线啊，就是子线这部分，我用的线比较展示的话呢，我给大家用的线比较粗一点啊，是为了展示用。然后线手放在这儿，然后这个线呢，沿着这个主要这个线呀，然后大概是转个大概，看个人，因为线用的越细啊，要转的越多啊。因为我这个是用的是啊，给大家做展示，用的是线比较粗，所以就转几圈就可以了。用剪刀把这个多余的部分要剪掉。然后子线弄完之后啊，就是拴鱼钩。子线的长度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大概1米到1.5米，1米到1.5米就可以了啊。这个看钓场决定嘛，但是如果是新手的话，你就1米到1.5米都可以。然后这是鱼钩。我一般是放2个3B 的咬签，放在这里。第一个咬签呢，我是放在这个八字环的下方，就是子线的这个，就是在这块儿。离钩子大概20厘米处，我再挂第二个咬签，也是3B 的。这就是我平常钓黑毛的这个线组啊，像我上一集钓黑毛的线组就是用的这套线组，就是用的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套线组，这套线组呢足以应对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问我钓黑毛的这个深度是要多少？第一要看这个钓场，那么第二呢？一般来说是大概是钓3米2到3米这个2到3米这块3、4米也可以这看你这个钓场这个情况那给大家看一篇这个文章这个新周了一篇这个关于这个Black Drama 黑毛的研究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挺值得参考的。然后呢，给大家看看这个有趣的一些内容吧。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话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根据这个研究这个黑毛主要还是生活在这个2米到4米的这个水域所以大家做钓来说呢，一开始就是水深放到这个中间3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篇文章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这个研究结果，平均这个黑毛大概会长到这个45厘米45厘米。
那么它大概是需要这个17年的时间，在野生的这种条件下，开始啊，这个黑毛啊长得还是比较快的，然后到往后呢是长得是比较慢。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耳骨，这个黑毛这个耳骨的一个细节照片。开始的时候还长得很快，到后来长得就很慢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是这句话根据这个研究啊来看，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发现一条这个63厘米的这个黑毛啊，大概是35岁。35岁，那说明就是说，大家如果想挑战这个记录鱼啊，想钓到60以上的这个黑毛啊，那肯定这个鱼要长到这个30年以上了。这一部分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如何去打饵。那么有时候你想把这些鱼啊引到自己的面前还是要下一些功夫的所以呢。打饵也是在基钓来说，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第一步呢，我个人在外海一般是用3包面包，3个面包记着不是一袋3个面包，就是买去 COS 或者 Woolworths 就买这种最便宜的最便宜的面包就可以，用最便宜的面包或者说有些时候像一些面包店尤其像这种越南面包店它有时候会有过期的面包你去问一问，他们也会卖给你的，然后呢，就是这种 COS 或 Woolworths 这种自产这种麦片1块多钱1公斤用这种大粒的，用这种颗粒比较大一点的这种麦片，然后呢是这个面包蟹，这个面包蟹这种 breadcrumb。Woolworths 和 COS 自己产的这种 breadcrumb 这个 breadcrumb 是用来干嘛？是这个面包蟹是用来这种调节这个粘稠度的。我个人就是调节粘稠度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虾粉，1公斤的这种虾粉，1公斤的这种虾粉。然后如果有一些人就是说这个虾粉有在韩国店还有一些在华人鱼店都有卖的这种虾粉。如果大家买不到的话呢，可以用就是 COS 或 Woolworths， 它有这种猫粮有这种猫粮是有这种沙丁鱼还有这个虾的，还有虾呀，还有反正就是闻起来挺好吃的，闻起来我自己都挺爱，不能这么说，我自己没有尝过，但闻起来真的还不错这个。就是3袋面包，但面包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就是说拿水，第一步呢，就是说先把有这个面包先拿水给它化开，然后呢，第二步呢放这个麦片，还有这个虾粉或者这个罐头，然后最后呢就是倒这个面包蟹这是我的那个打饵的方法。大家聊一下这个鱼饵就是我钓鱼这个鱼饵一般来说我自己就是去外海钓黑毛用的都是鱿鱼头因为鱿鱼头就是很多须嘛，有很多须，然后剪下来，然后长一点的须就是剪2、3条看这个鱿鱼头有多大了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种新鲜的鱿鱼头去在外海去钓黑毛就是鱿鱼头剪下来，然后呢就这样子，每次就带一小包，每次带1个鱿鱼头就够用了，因为鱿鱼头不容易被吃掉一般鱿鱼头不容易被吃掉。你用鱿鱼须去钓第一呢，它随着这个浪随着这个浪的这个在白浪区这个摇摆它那个须子就像那个软虫似的，也会形成这种那个尖也会这种摇摆，它可能会诱导这个鱼去上饵去诱导这个鱼去吃你的饵。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鱿鱼头。鱿鱼头还有一点好处呢，就是说小鱼不会，如果有小鱼吃它一般也吃不掉。像鲳鱼你钓上来之后发现这饵还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比如钓完一只黑毛，一看饵还在接着用这都无所谓的。
那种生虾也可以，就是那个去 Coles 或者 Woolworths， 我都是去那里买的那种生虾 banana prawn 啊，那个也可以。如果说小鱼很多啊，小鱼非常非常多啊，就是闹饵的话还可以用水草。有时候我都是换着用鱿鱼啊、生虾啊、水草去换着去钓，换着去钓。但这个东西对于新手来说已经够用了。水草呢，就是比如说小鱼特别多，或者说到中午的时候，因为黑毛啊还有菜毛啊，它们都爱有的像体型比较大的黑毛啊，都可能比较爱吃，可能爱吃素的比较多，因为年龄大了嘛。这个不能吃胆固醇太高的鱿鱼，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比较爱吃水草。这一期就是一些新手教学，学到的这些也基本上够用了。OK，希望大家多多爆香，拜拜。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记得点个赞哦。